美军新型无人艇下水海试真正做到了彻底无人。在此之前，那些已经在美军服役的无人艇，包括幽灵舰队，都算不上真正的无人艇，他们都需要士兵对其进行操作，以确保系统可以正常运行。而这次下水海试的挑衅号无人艇，可以在完全无人的情况下航行超过1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美军的分布式作战概念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升级，美国海军的策略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问题来了，挑衅号的性能如何？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挑衅号的海试又有什么意义？3月4日，战区网站报道，美国海军最新的挑衅号无人艇在华盛顿州下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也证实，挑衅号于3月初完成建造，并在西雅图北部的普吉特湾下水，计划于春季进行为期数月的海试，随后将开展对挑衅号的超大规模综合演示，证明此类舰艇可以在完全无人值守情况下的长期自主运行。根据 DAPRA 分布的图片来看，挑衅号船体甲板的大部分地区被帆布覆盖，不过船体形状与外露的桅杆部分与之前公布的渲染图基本一致。在下水之前的照片中，靠近船首的部位还多了一个小桅杆，但下水之后小桅杆就消失不见，具体原因未知，大概是做一些电子干扰测试。这个小问题不会影响挑衅号的其他性能。从外露的舰体来看，挑衅号采用非桨式船首，舰首部呈 V 型剖面，这种设计可以减少水下阻力，更容易达到高速行驶的目的。但是这样做也有缺点，机动性较差，一旦发生较大的海浪，船体很容易发生横摇。不过挑衅号还有比龙骨的设计，稳定性还是有保障的。舰艇中部属于集成桅杆，会被导航雷达与多形天线。不过挑衅号最大的特点是完全无人，美军之前的海上猎人、幽灵舰队的前卫号等无人艇都做不到这一点。2020年 DAPRA 启动海上无人值守船项目，计划研制出一款可以在海上长时间自主航行的无人艇。2022年，美国信嘉集团的美国分公司成为主承包商，并负责建造一艘技术演示船，也就是挑衅号，长度54.8米，排水量240吨，属于一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自主，无人艇上不需要1名船员，之前的一些无人艇都需要安排人员值守，虽然也不要进行复杂的操作，但是要确定系统是否可以正常运行，而挑衅号不需要。该艇取消了船员舱、厨房、通道等一切与人有关的设施。这种设计大幅度节省了空间与重量，空余出来的地方就可以为挑衅号加装更多的载荷，执行更多的任务。也正是这种无人设计，挑衅号的隔舱是全封闭的，可以填充密度较低的复合泡沫来提高浮力。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挑衅号采用非桨式船首，依旧可以承受7级海况。此外，挑衅号还有一种优雅降级的概念，也就是通过足够的系统冗余，即使单个设备失效，依旧可以保证无人艇拥有15节的航速以及完整的系统功能。这也意味着挑衅号在海上航行1年后，性能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先前的幽灵舰队只能在5级海况下独立无人作业90天。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挑衅号不是核动力，如何才能保持连续1年的航行？DAPRA 之前发布过海上无人值守船项目的要求，会被分布式混合动力系统、吊舱推进器和高容量电池，并具有高流体动力效率，以实现长时间在公海上执行任务的能力。翻译一下呢，就是需要加油。而无人艇海上加油，美军已经测试了。2024年12月19日 DAPRA 官网报道，在海上无人值守船项目下，游骑兵号与水手号完成首次海上自主加油测试。传统的海上加油，油料软管需要通过事先架在双方之间的缆绳悬吊送至补给目标，但是在这之前，需要舰员手动捕捉补给舰上射来的引导索并固定。也就是说，实际作战时，补给目标需要人员参与。对于无人艇来说，美军可以在补给前向无人艇派遣人员，但是这样做需要考虑人员安全。如果在高海况的情况下将人员送至无人艇，实在是太过危险。海上无人值守船项目希望可以让人员留在加油船上，让无人艇通过自动化操作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证明，这样的确可以。在游骑兵号与水手号执行的海上加油测试中，游骑兵号上安装了一个模拟挑衅号的收油站，而水手号上则安装了一个由信嘉公司定制的微型加油站。虽然在测试期间2艘无人艇上都有人员，但是船员并没有介入测试。游骑兵号上的收油系统都是自主运行的，证明无人艇海上自主加油的确可行。除了以上这些优点，挑衅号的价格也很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美国造船业产能不足的问题。按照信嘉公司的说法，不带任何附加任务系统的挑衅号价格大约为2500万美元，而幽灵舰队里的无人艇造价高达2.4亿美元。
此外，挑衅号也极容易生产，不是非要在传统造船厂生产，只能造小型舰艇和军辅船的3级造船厂就可以建造。在必要情况下，铁路厂商都能接这个活。目前美国造船业存在产能不足、进度缓慢等问题，但挑衅号可以不受限制，也算是一种优势。海上的一些意外情况，美军也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挑衅号上发生火灾，就会释放一种特殊气体，隔绝舱室内的氧气。至于挑衅号的作战性能，则主要依靠各种加装模块，防空、反舰、反潜都可以。按照美国的计划，打算为大中型无人舰艇加装 MK41、MK57、MK70，将其打造成低成本、高杀伤的导弹库。这些安装导弹发射系统的无人舰艇可以充当海上分布式武器平台，挑衅号也是如此。根据渲染图以及之前公开的设计，挑衅号主桅杆前后有着相当开阔的甲板，可以部署各种有效载荷。根据之前展出的官方模型中，其甲板后方可以安装一个标准集装箱。目前美军正计划为自由级与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加装 MK70 集装箱式垂发，可以发射标准6、战斧等导弹。无论是小型水面战斗舰还是辅助船只，只要甲板空间足够，就可以安装 MK70 集装箱式垂发，其长度为40英寸，大约12米，宽度只有2.4米，而挑衅号长度大约为54.8米，空间完全足够。至于如何获取目标数据的问题，那是其他舰船需要考虑的事情。在美军未来的分布式海上作战中，不需要挑衅号探测敌方的数据。目前美军驱逐舰、2栖攻击舰都已经具备对无人舰艇的远程通信控制能力。2022年9月的时候，美国海军就试验了无人艇发射标准6，拦截多种空中与海上目标。挑衅号的前甲板则配备一座 BAE 系统公司的适应性甲板发射系统，这是一种可以兼容 MK41 垂发的发射装置，可以发射各种防空、反舰、对地以及火箭助飞鱼雷等武器。更直白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个不需要穿透甲板的 MK41。除了挑衅号，信家公司还利用海上无人值守船项目发展一种名为无畏的大型无人艇，可以配备4组 ADL 或者其他有效载荷。总的来说，挑衅号的海试意味着美军无人艇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篇章，也意味着美国海军的策略即将发生新的变化。自从无人装备崭露头角之后，美国海军就展开一系列无人艇的研究，并且大多为中型无人水面艇与大型无人水面舰艇。比如2010年启动的反潜持续跟踪无人艇，由 DAPR 主导，目的是研制中型无人水面艇，成果就是海上猎手号。海上列车项目则是将几艘中型无人水面艇以连接或编队航行的方式组建海上列车，以降低行波阻力，使其航程能够达到 1.2万公里，专用远洋作战。海上无人值守船项目则是研制一艘能够在海上长时间自主航行的无人艇，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像其他的还有中型无人艇项目、幽灵舰队霸主项目、大型无人艇项目等等。火力军也不否认这些项目的确有用，海上猎手号可以引导舰艇或反潜直升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弥补舰艇反潜侦察能力不足的问题。海上列车项目可以做到以低成本方式进行远洋作战，其他的无人艇项目也与此类似。但问题在于，这些项目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舰队执行任务，提供一种低成本的选择，或者补充现有舰队的战力，目的一样，却开展了多个项目，多少有点浪费。如果说之前只是测试技术可行性，就像美国空军的100系列战机以及 X 系列试验机那样，火力军也可以理解。不过在技术验证通过之后，就需要建造一系列无人艇了。现在时机已到，在2025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宣布简化无人水面舰船采购策略，将重点放在小型、简单并可以互换的设计上，而不是更大、更精致的设计。在此之前，美军的目的是部署不同的中型和大型无人舰队。让火力军来说的话，对于美军而言，大型无人舰艇的确不如中小型好用。在美国海军这边，无人艇作战的核心就是分布式海上作战，这个概念于2017年提出，核心思想是将海军力量进行分散部署，指挥中枢大型舰艇后移至对手远程打击范围以外，无人平台前出形成侦察和进攻前沿力量，重视有人无人平台在大跨度时空范围内协同作战。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海军需要的只是一个听话并且会移动的海上平台，其战力主要依靠各种载荷。比如挑衅号本身并没有战力，如果美军为挑衅号配备反舰导弹，那挑衅号就用于反舰，配备什么载荷起什么作用。毫不夸张地说，载荷才是主体，平台大小、外观是否精致对任务的影响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型无人水面舰艇才是最吃香的，建造方便、价格低，并且隐身能力更好，更不容易被击中。火力军估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美军不会再继续研发新的无人艇项目，
甚至现有的大型无人艇项目也会被砍，或者以当前技术结案，不再追求更大更精致的设计，而是以当前的挑衅号为基础，研制各种任务的无人艇。按照美军的说法，许多有效载荷已经准备就绪并经过测试，正在与作战概念融合，它们有效、高效且可扩展，是时候该加快步伐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挑衅号无人艇还有哪些优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